大家好，今天我们再来画一张这个4尺束缚的，大概来构图。这个构图的话，我们这个还是一样的，把这个中线的位置找到，然后在这个中下的位置我们要画2朵花。好，第一朵花大概在这个中线的靠左边，不要在正中间啊，然后旁边再来一朵，然后这个地方来一朵啊，它是从这里出来，这里会有一些叶子，然后这2朵的话，这个叶子在这些地方，这里会长一个小枝什么的，长一个小枝出来。然后这个叶子下面，我们这里来一个山石，这后面的话可以画一点点这个地方哈，可以画一点点这个什么水仙之类的，画一点水仙，然后这里是有一个山石，然后这一幅的话，我们要画一个梅花做一个配景，这里会来一些这个梅花。好，大概实际上按照当时我们画的时候去根据画面情况去安排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细节，大概的一个构思就是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大概是一个梅花配牡丹的一个配景。那我们来把这个今天要用的颜色写出来。颜色，这个是第1朵花，这个是第2朵花，这个是第3朵花。那第1朵花的话，我们用这个大红加藤黄，然后曙红、胭脂，好，这是第1朵花的颜色。然后第2朵花我们颜色稍微的改变一点点，我们用这个玫瑰红，牡丹红，胭脂，好，这种深色的我们就不用底色了，然后这一朵的话，第3朵我们用一点底色还是用这个太白加三绿，然后第2个也是用这个玫瑰红，牡丹，胭脂，好，这是3朵花。我们分享这个颜色的这个调色，只分享这个花，因为所有的叶子都是用一样的颜色。那么今天我们要用到一个梅花，我们用这个藤黄，用这个鹅黄啊，不用藤黄，用鹅黄，因为我们花是红的，牡丹花是红的，我梅花画成黄色的，鹅黄加赭石，那它的枝干还是用墨啊，枝干就用墨。好，这个是大概今天这幅作品的构图和颜色。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画了。这张纸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可以拿开了啊。
拿这一张4尺的纸，4尺的纸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对折一下。来对折一下，对折一下，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中线。我们知道这2朵花是在这个中线的下面，那么我们对折一下就知道这个位置大概的位置在哪里。位置的话不需要说太整，但是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好，中线的下面。把这个纸整理一下，因为这个路的话，纸太大了，不是说特别好录。我们稍微把纸折一下。好，我们的前面2朵花，第1朵我们就画在这个位置，第2朵画在这个位置。第1朵还可以再下一点点啊，稍微下一点。我们就画这个位置吧，画在这个位置。好，我们镜头拉近一点点，画这个花的时候。画这个花的时候，我们镜头再近一点点。好，第1朵花画在这个位置。好，我们找了一朵样板哈，我们第1朵画这一朵花，我们把它画成这个大红色，把这一朵画成大红色，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画的第1朵。那么首先还是一样的，把这个颜色调出来。颜色，刚刚讲的第1朵花，来看一下我们第1朵花的颜色。第1朵花的颜色是这个大红加藤黄。大红加上藤黄，它大红为什么加藤黄呢？加了藤黄之后，它的颜色会更加鲜亮。大红加藤黄，然后曙红，然后胭脂。胭脂我们在画花的基本上，如果说是红色的，基本上都会用到胭脂，但是胭脂不要用的太多，要慎用。但是要用，一定要用。这个胭脂这个颜色非常好。胭脂它不能不用，但是要慎用。好，我们把这个盘子准备一点水。好，笔洗一下，笔是要打湿，洗一下，它这个笔里面自然就有水分了。洗了之后，我们要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不要让水分太多了啊，但是也不能太少了。如果太少了，你是调这个颜色是画不动的，所以要不多不少，这个就是要自己多尝试，多去试才能试得出来。这个我没办法，有些东西我说刚刚好合适，你也不知道多少才合适，就是这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就要自己去尝试，好不好？好，我们首先把这个大红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你调到上一点也没有关系，你调到1/2就在这个地方。假如你再调上一点也是没什么影响的，
也是可以的，没有说固定。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1/2？因为我们的新朋友很多不知道调到哪里，所以我们才会说。其实真正我们画的时候，没有说调到1/2、1/3或者是2/3，没有这个说法的。这个都是完全靠的这种感觉，画画就是没有一个这个死的一个定义，说一定在哪里，就没有的。其实只是我们的新朋友刚开始学基础的时候，我们习惯这么去讲，因为大家会问这些问题，所以才会去有这个1/2啊、1/3的这种说法。好，调了曙红，调胭脂，笔尖上有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开始画啊。看一下我们的中线在这里，那这朵花在这个位置。好，这朵花就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先画一些这种背面的这些花瓣，笔尖蘸一点胭脂。我们这个花瓣，大家可以看到，我画花瓣不是说把它画的太整齐、太圆，因为现实中这个花它就是长得这种，就是没有那么规矩哈，就不是说长得它就很是圆圆的。那这些花瓣它是比较碎一点点，我们可以用点的笔法，小点、大点这种笔法去画。笔尖上不停的蘸一些胭脂啊。这些我们现在画到最后，我们这些花就不用说把花瓣画的太过于拘谨，我们要把它画的灵活一些，就是不用让大家不用看得清楚，不用说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是正瓣，这个是反瓣，不需要的啊。它可是正，它也可以是反。大概这个花心就在这个位置了。现在我们把这个花心的位置把它留出来了。现在我们画这种花瓣，这朵花基本上是一个塔式的，但是我们不用像以前我们教基础的时候，就是先去打这个架子，我们可以不打这个架子，我们直接来画啊。好，补充颜色，颜色不够了，我们就补充颜色。笔尖要有这个胭脂啊，胭脂不能多用，多用了你用多了它就灰，就有点灰，但是一定要用，用了之后它这个颜色才会有层次，有这个深浅变化的这种层次。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画一些这种反瓣，但是反瓣里面还有反瓣，也是一样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层次，有大有小，有变化。补充颜色，笔上现在基本上有一点干，待会儿我们就要补充这个水分了。现在我们没有用底色的话，就是笔上如果干的话，我们就直接补充水分。好，这个笔上现在干了，我们直接来补充一点水分进来，用这个小勺子加点水进来。加了水之后还是一样的继续调色，还是一样先调这个大红，然后再调这个曙红、胭脂。
我们画一个花瓣，基本上这个笔尖上就要补充一下这个颜色，补充一点这个深色，否则这个层次感就出不来。好，笔尖要有深色，我们画一些这种包起来这种小的反瓣。好，往下面包起来。笔尖要沾深色啊。好，这来几个这个包起来的花瓣。那包起来的花瓣，我们要颜色是最深的。最深的时候，我们可以蘸一点点墨。我们来一点点，另外来一个碟子，来一点点墨进来。蘸墨的时候不能蘸太多了，就拿个小盘子，笔尖上稍微有一丁点就可以了。好，我们先还是一样的，把其他的颜色调好。这个胭脂还是一样的要，然后先来一丁点墨就可以了。好，这个是最深的地方，基本上它是最深的啊，这一朵花。来一点墨，来一点墨啊，但是要调匀哈，你用这个墨的时候，要在调了胭脂的这个基础上再去调这个墨，而且这个墨不能有这个墨痕，要让它跟这个颜色，跟我们用的这个颜色完全调的融合。好，让它完全融合。好，这里是这一块有墨的地方，是最深的地方。好，这一块，这是如果说这一块这个花的话是一个塔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一层。那么中间一层画完了之后，我们就要画这个上面这一层。好，我们笔上干了，我们现在加一点水。加点水后继续调色，当然我们现在画上面这一层的颜色不要太过于深了，离着这个花心的地方还是要深一点哈，离着花心的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的深一点点，可以蘸一点胭脂，当然有这种笔触感，这种正反瓣的这种感觉。有这种碎花瓣的这种感觉啊，不要花瓣全部画成大个大个的啊，要有大有小，有变化，它才会成立，才会好看。笔尖上稍微的沾一点点深色。我们第一层都是这个比较碎的一个花瓣，颜色也稍微的浅一点，碎的花瓣我们就这么去点它。这外面再来一层。这个上面还可以再继续加这个层次，越到外围这个颜色越来越浅。
这个花瓣的这个边沿上会有一点点这种浅色的。画了之后，我们可以回一下笔，让它浅中有一点点深。好，我们现在笔上又干了啊，笔上干了，我们要再加一点水分。这个花瓣的话，它是感觉它是一片呢，一片，但是它呢中间会有一些些小小的这种笔触感。我们就是要用这种小小的这种笔触感来表达这个花瓣。那我们清楚的，我们可以把它画得很清楚，像这些地方，我们把它画得很清楚，就是要有虚有实。那这一部分它是虚的，虚的我们就不需要把它每一个花瓣我们都画得看得清清楚楚。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这些花瓣，我们要颜料要多蘸了。我们现在画下面这一层的花瓣，下面这一层花瓣我们还是一样的，可以笔尖来一点点墨。那比如说我们这里来一个花瓣，啊，这里来一个花瓣，那确实它是带有一些墨的，然后颜色上胭脂比较多，所以稍微的深一点，有点灰是可以的。我们下面这一层是让它有一点灰，有点黑，有点灰，还有一点黑。颜色一定要调得够饱满，颜色如果调得不够饱满的话，你一定要调多一点哈，一定要调多。你调的不够多，你到时候它干了之后它就发白。就有些家人说，为什么画干了之后它发白？那就是你的颜色调的不够厚重。好，继续补充颜色。这个是画一朵塔式的大红花，胭脂，来一点点墨。这些旁边这些后面的花瓣是颜色比较深一些。好，我们再来一些，下面来一些这种大花瓣。我们再画下面这一层的这个大花瓣呢，稍微的有一些都蘸一下墨。画的时候笔有一些提落的这种动作，提落的动作就是画出这些缺口来，就避免把这个花瓣画得太圆了。好，现在笔上有点干，有点走不动了，走不动我们就加点水进来。加水之后继续调色，还是一样，先大红、曙红。你看这些颜色调的多鲜亮，你们有些说颜色调的灰那是胭脂多了，前面的颜色调的不够饱满。好，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像我这一笔的颜色可能调的也是不够饱满，没有调上来哈。我们再调一下，把这个颜色调上来，否则待会儿到最后它干了之后它就会发白。好，把颜色调上一点。再走一次啊。
这个停一个缺口，然后再走，沾一点胭脂，沾一点黑色。好，看一下哪里还需要补充花瓣，这个地方再来补充一个花瓣，补充一层这个花瓣。好，这些花瓣有可能干了会，有可能哈，这两个，这一个和这一个，它有可能干了会花白，但是有一两个的话，可能是当它是这种阳光的照射下，这样子有一点白，它是可以的，不影响。好，如果我们想它更完整一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再加一层啊。其实不加，这个缺口留在这里，它也是问题不大的。好，这样子差不多可以了，这朵花。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中间的这些缝隙，就是这个白飞白不要太多了，飞白我们是有用的，在这个画面上它也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使这个画面感觉更加有一点这种透的这种感觉。当然不要太多了，不要整朵花太多这个飞白，我们稍微的灭掉一些些。好，这朵花就完成。然后我们把这个花心用胭脂把这个花心画上。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朵花，非常的鲜亮。好，我们再来接下来第二朵。第二朵花还是一样的，我们先来找一个样板，找一个参照物啊，也不能说是一个样板，其实就是一个参照物。好，第二朵。第二朵我们画这一朵吧，画这一朵，来画这一朵，看到了吗？看到我们开始了啊。它只是一个参照物，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是按照这样子去画。
就是刚刚这个参照物，其实我们真正画的话，也不是说跟它一模一样。那首先我们还是一样的调色。第二朵来看一下第二朵的颜色，玫瑰红、牡丹红、胭脂。我们画深色的可以不用底色啊，玫瑰红、牡丹红、胭脂。我们刚刚那个大红还剩下好多，有点浪费了。好，还是笔洗一下，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调色。我们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后调我们把这个颜色都画深一些，所以我们可以把颜色调厚一些，然后调这个牡丹红。这几个颜色配合在一起是很好看的哦。再调一点胭脂啊，笔尖上调点胭脂。好，这朵花就在它的上面这个地方，心在这里。来，笔尖补充胭脂。笔尖补充胭脂，这个花心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大概花心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个花心的位置找上，然后画这一朵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笔可以大胆一点啊，就是这个是后面的这一朵。后面这一朵通常它不是一个主角，我们不要把它画得太过于仔细。也是有一些这种包起来这种感觉。把它的这种形象的这种特征把它表现出来就可以了。补充颜色。好，把这些反半里面的这些正半先把它补上。好，还是一样，来补充下面的这个正面的花瓣。上面这个花瓣也是一层一层的。
好，这个笔上有点干了，我们得要补充一点水分了，加点水进来，加了水之后继续调色，可以把颜色调上一点啊，调到笔肚上一点点，待会儿我们画的这个花瓣就不至于发白。我们把这2朵花衔接的这个地方把它画一下，就要注意这个层次。前面这一朵红色的是在前面啊，所以衔接的地方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盖住了，不要把层次给弄错了。好，再来上面的这些花瓣。中间这一块是比较深一点，还是一样的，有这种正反瓣的这种组合，画起来可以随意一点点。好，笔上蘸一点水，调色。现在我们颜色可以调少一点点，到边缘的这个花瓣颜色是要比较浅一些些的。好，可以蘸水的时候可以直接笔尖去蘸水啊，就是你画到一定的你就是不想麻烦的时候，其实笔尖蘸水也可以的。就画到最后你画进去的时候，这个笔的话你就有的时候就不想说那么精致的去拿一个小勺子往上勺水，就可能就一笔就怎么方便就怎么蘸了。会这样子吗？反正我会。这朵花也是很丰富，我们有一些花瓣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一点，长出来。有一些这种细节出来，有一些这种碎花瓣出来。
好，有的时候回一下笔，你看这朵花是不是特别简单就成功了？没有像我们平时画的那个塔石一样把它画得很精致，每一个花瓣把它看得清清楚楚。像这种味道它其实很好看，很好。就是我更喜欢这种稍微的随意一点点的这种味道，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好，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画上。好，这个是现在2朵花，这2朵我们都把它画成这种塔式的。我们现在画第3朵，看一下我们的构图啊，第3朵在哪里？好，第3朵在这个中上的这个位置，中线的上面这个位置。好，中线的上面偏边一点。好，那就在这个位置。好，第3朵就画在这个位置。第3朵我们画成这个颜色，来看一下啊，颜色我们是有底色的，有底色，那我们现在要去调一个底色。底色是这个太白，太白加3绿，太白，来加点3绿进来。底下这个水就不管它，是前面用的有一点点多余的，有一点点多余的底色，不影响。太白加3绿，也可以直接加上胭脂啊。那我们就不直接加胭脂了，直接太白加3绿就可以了。再加一点水。好，我们画一个这种绣球型的，画一朵绣球型的，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同样，我们画这个到画大作品的时候，画绣球型的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画得大意一点点，就是不用画的那么的细致。我们还是一样的颜色啊，这一朵看一下啊，玫瑰红、牡丹红、胭脂还是一样的，只是说加了一个底色而已。加了一个底色，就是为了这个花瓣的这种颜色的这个层次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绣球型，它会有一个这个虚的部分，虚的部分我们让它很虚。前面的话，前面我们画深色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底色的。但是我们前面调了底色，所以我们这个笔上是有底色的。
我们前面尽量还是不要底色，刚刚把笔上的这个底色稍微擦了一下，我们加了一点水进来。我们前面画这个深色的部分最好还是不要底色，要了底色之后它肯定都是有点灰的这种感觉，没有那么鲜亮。都是这种小的碎花瓣啊。你能画出多少种小的形状的这种碎花瓣，你就画出多少种这种小的碎花瓣来。这些上面的花瓣我们会越来越虚，外面这一层虚的我们就要加底色了，稍微加一点底色，然后去调色，还是一样的由深到浅啊。这来一个大的，那么的小花瓣，偶尔来一个大一点的，然后这些虚的部分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可以重复啊，直接这么去点它，点的它有这种层次的这种变化。点了之后它自然这个笔上会有这种笔触感，就是感觉有这种花瓣的这种纹路在。底色干了，我们就加一点底色。还是一样，颜色调饱满一些。到下面这些花瓣我们颜色稍微的调饱满，当然每次调色你一定要调均匀啊，不管你怎么画哪个部位，不管你画的多么大，多么这个随意，基础是你一定要把颜色调匀。颜色不调匀，你怎么画这个花瓣它都不好看啊。其实底色就是用到上面一点点而已。来，我们直接来大花瓣了。大花瓣把笔上的水分补充走一点啊，因为一个大花瓣基本上水分要用的很多。我们画这个下面的大花瓣，颜色要调上一些啊，调饱满，一定要调厚。就是大家画的那种灰的，就是发白，那就是颜色用少了。你看我现在调色是调了很多进来啊，这个笔上调的很饱满。你看一下这种颜色那么多，一下子就把它用完了。颜色是非常的饱满。笔上的水分也够充足。来，我们这样子去滚或者是推的方式
画下面这种超大的花瓣。补充颜色，大花瓣这个大花瓣就让它很大，两瓣组成一个大花瓣，但两瓣组成的时候要一边大一边小。这里来一个大花瓣，然后你们想要在哪里来大花瓣，我们先把大花瓣都画了，画了之后我们再去补充，再去看一下哪里需要添加花瓣，就去哪里去添加花瓣。这里来一个这种感觉，是两边一个花瓣卷起来这种感觉。好，这个大花瓣继续啊，下面这里再来。微笑笔。好，现在看这个花，是不是觉得形状不太好啊？是的，那肯定形状不好，因为我们这个画面的话，还需要去整理、去调整，调整完整了，它这个画面才会去完整。所以说，大家看画的时候不要着急啊。把这个层次补出来。好，笔稍微洗一下，为什么要洗一下呢？洗一下，因为我们要画这个，补充这个上面的这个层次啊，层次我们要底色，所以我们加一点底色进来，加一点底色，加点底色之后，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我们现在调整这个花的这个外形。颜色还是没有调均匀啊。颜色你看没有调均匀，它画出来这种花瓣，它是不是就是不好看？所以还是要调久一点点。你看你们是不是画的时候肯定是有出现过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就是颜色没有调均匀。所以在我画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所以大家调色的时候还是要仔细一点啊，就是尽量调久一点啊，把颜色调均匀。好，这个花瓣让它伸出来长一点点。来，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在
夹花瓣我们就直接笔上蘸一点底色啊，调一点点颜色，然后来反笔来加。反笔用底色来加就可以了，可以稍微的有一点点颜色。好，基本上可以。这还不能瞎点，点出一点这个白色的出来了。所以这种白飞白的地方，你想要把它加深一点，必须要最深的颜色啊，用这个胭脂来加。这个中间的地方让它最深，待会儿我们这里是画花心的位置。好，这朵花也是，现在我们到最后画精品的时候要练习这种快速的能够成花。那这朵花我们其实用的时间很短，就是快速的可以画一朵这种绣球形的花出来。那我们再看一下构图，叶子